很多人问我 Naval， 你是怎么看待时间的？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拥有同样的24小时，却能过着几种不同的人生，而大部分人只是在重复同一天，直到死去？我们活在一个巨大的悖论里，这也是我在2026年看着这个被 AI 和算法加速到疯狂的世界时，最想和你们分享的思考。我们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高效的工具，但我们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时间的奴隶。今天，我想把我的大脑切开，把我关于时间、选择以及如何不活得像个机器人这几件事的底层逻辑，全部掏出来给你看。这不仅仅是技巧，这是一种生存方式的重构。我们要聊的第一个概念，也是大多数人痛苦的根源，叫做伪高效。你去观察身边的人，或者看看镜子里的自己。现代社会在这个2026年给我们灌输了一种病毒式的焦虑，你必须时刻保持忙碌。如果你停下来，哪怕只是发呆10分钟，你就会有一种罪恶感，觉得自己在落后，觉得同龄人正在抛弃你。于是我们怎么做？我们疯狂地罗列清单 ，to 减 do list， 待办事项。早上起来，你的大脑还没完全清醒，你就开始像个不知疲倦的打字机一样处理琐事，回复那封无关紧要的邮件，去楼下取个快递，把家里乱丢的杂志摆整齐，去给车子加油，去超市买2根葱。一天结束了，你累得像条狗。你看着那个被划掉了很多项的清单，你告诉自己，哇，我今天真充实，我干了这么多事，别骗自己了。你这不是充实，你这是在逃避。忙碌是现代人最昂贵的麻醉剂。你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你做了10件琐事，只是为了逃避那一件真正重要，但可能会让你感到困难、感到恐惧的大事。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一个概念，非常有意思。他建议我们彻底抛弃这种流水账式的生活，转而寻找每天的高光时刻。这个逻辑其实非常符合我对杠杆的理解。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价值都是极低的，只有极少数的事情属于高杠杆行为。所以我的建议是，每天早上醒来，不要急着看手机，不要急着回消息，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我只能做一件事儿，做完这件事儿我就能感到满足，这件事儿是什么？这就是你的高光任务。它可能是一个酝酿已久的创业计划书，可能是你想写的那本书的第1章，甚至可能只是想好好坐下来，花2个小时搞懂什么是 DeFi， 或者是给家人做一顿真正的晚餐。这个任务必须是那块大石头，你要先把大石头放进杯子里，剩下的时间再去处理那些沙子和水，也就是那些缴水电费、回邮件的琐事。很多人反过来了，他们先把杯子填满了沙子，最后发现大石头根本塞不进去。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觉得没时间去做那些真正改变命运的事情。我知道你会说 Naval， 这太理想化了，我老板随时在找我，我的孩子在哭闹。没错，世界是混乱的，但正因为世界是混乱的，你才需要在这个混乱中建立秩序。你不需要整天都只做这一件事儿，你只需要像誓死保卫领土一样，保卫那属于高光任务的90分钟或者2个小时，把这一件事置顶，把它变成你今天的北极星。当我开始这么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即使我一天只工作了这2个小时，比如我在早上7点半到9点半，全神贯注地写完了我的思考，哪怕剩下的时间我都在发呆或者处理一些杂事，我在晚上睡觉时，内心是极其平静和满足的。因为我知道我在推动进度条，而不是在原地打转。如果你不主动设定今天的重点，相信我，这个世界会帮你设定。那是同事的请求，是弹出的新闻，是社交媒体无穷无尽的信息流。如果你不设计自己的生活，你就成了别人设计里的一部分。在谈论下一个关于取舍的哲学之前，我想聊聊专注的工具。要进入这种深度工作的状态，你需要屏蔽噪音。在这个时代，噪音不仅是声音，
更是一种心智的干扰。最近我的朋友给我寄来了一些有趣的小玩意，来自瑞典的一个牌子叫 Studio。 虽然我通常不怎么聊具体的产品，但在这个谈论生活质感的语境下，他们显得很恰当。他们寄给我一款叫 ETT 的耳机。你知道，当我们谈论心流的时候，环境至关重要。这款耳机有个主动降噪的功能，当我戴上它，世界突然安静下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把嘈杂的现实世界关在了门外，只留下了你和你的思想。它支持无线充电，续航也很长，但我更看重的是它那种不打扰的存在感。无论是黑色还是其他颜色，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帮助你进入状态的媒介。我现在跑步的时候会带着它，哪怕跑了1个小时，耳朵也没有那种异物感，这就对了。好的，科技应该是隐形的，它服务于你，而不是让你分心。他们还出了一款叫 Neo 的入门款，价格很低，但依然有很好的防水和麦克风降噪。如果你经常需要开视频会议，在这个远程办公成为常态的2026年，清晰的声音传输就是你的门面。还有那个像艺术品一样的 Femtio 音箱，我以前对音箱没什么研究，觉得电脑自带的也能听。但当你真的用2台这样的音箱串联起来，播放一部好电影或者一段好音乐时，你会发现声音是有纹理的，是有温度的。那种环绕的感觉能把你从狭窄的房间带到一个开阔的空间。如果你对提升这种感官体验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在这个充满塑料垃圾的时代，拥有几件设计简约、功能纯粹的物件，也是一种生活的减法。这有个85折的优惠，如果这是你需要的，那就去拿。如果不因为情人节他们还搞了个特别的包装，省得你自己动手了。好，让我们回到哲学的思辨上来。我想讲一个关于驴子的故事，这不是笑话，这是我们大多数人悲剧的写照。这源于一个古老的寓言，叫做布里丹之驴。有一头驴子，它又饿又渴，它站在一堆干草和一桶水的正中间。它看看左边的草，很香，看看右边的水，很甜。它不知道该先吃哪一个，它犹豫啊，纠结啊，最后你猜怎么着？它就在这2者之间，活活饿死，渴死了。你可能会笑这头驴蠢，但我想让你深夜里问问自己，你是不是这头驴？我见过太多30岁左右的年轻人，甚至40岁的中年人，他们就像这头驴。他们既想要创业成功，实现财务自由，又想要立刻环游世界，享受生活，还想要成为一个精通3门语言的学者，同时还要保持完美的身材和完美的家庭关系。他们想要一切，而且是想要立刻马上得到一切。我在早年创业的时候认识一位非常成功的创始人，他把公司卖了2200万美元，然后把钱全捐了。如果让他给年轻的自己一个建议，他说，别做驴子。什么意思？这个世界充满了机会，尤其是现在。但无论你的智商多高，你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试图同时追逐5只兔子，你一只也抓不到。那些什么都想要的人，最后往往什么都做不成，因为他们目光短浅。他们觉得如果这周我不把这5件事都推进，我就失败了。这是一种极度缺乏耐心的表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是学会串联你的人生，而不是并联。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真的。你可以当画家，可以当程序员，可以当旅行家，但你不能同时做。你要有宏观的耐心。你可以花5年时间，极度专注地把事业做起来，赚到第1桶金。这5年，你可能不得不牺牲一些娱乐，牺牲一些旅行，这没关系。等你把这件事儿做成了，你再花3年时间去周游世界，去学吉他，去学冲浪。这就是长期主义的本质。你要懂得在这个时间维度上进行取舍，现在的放弃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拥有。如果你什么都舍不得放手，你就被困在原地了。那些随机出现的诱惑，今天朋友叫你喝酒，明天网上有个新课，后天又有个新的赚快钱的项目。你如果像那头驴一样左顾右盼，
你的时间就会被撕碎。只有当你敢于对 99% 的事情说不，你才能对那 1% 真正重要的事情说全情投入。接下来，我想聊聊时间的相对论。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小时候，一个暑假长得像一辈子，每天都能抓知了。看云彩，和小伙伴玩泥巴，时间过得好慢好慢。可是等你长大了，工作了，尤其是过了30岁，时间突然像开了加速器，嗖的一下，1年过去了，再一眨眼又过年了。为什么？是时间变了吗？客观时间当然没变，变的是你的大脑。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大脑对于熟悉的事物是会自动忽略的。为了节省能量，小时候世界对你是全新的。第一次骑车，第一次去海边，第一次吃冰淇淋，你的大脑在疯狂地处理新信息，那是高密度的记忆录入。所以回顾起来，时间被拉长了。长大后呢，你活成了这种模式：起床、挤地铁、上班、回邮件、开那个该死的周会、吃外卖、刷手机、睡觉、复制、粘贴。在你的大脑里，这365天其实只是1天，其余的364天都被大脑当成重复文件给折叠了。80岁的人生，如果你不小心，可能只活了800个小时的有效时间，这太可怕了，对吧？那怎么破解？怎么让时间变慢？答案是去制造新的记忆。你不需要辞职去爬珠穆朗玛峰，那叫逃避。你需要在平庸的日常里，通过微小的冒险来刺破那个名为习惯的茧。那个写 Off the Clock 的作者说得很好，你要主动去问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今天和昨天一样，那是你的失职。哪怕只是换一条路回家，哪怕只是在路边的公园停下来，像个傻子一样盯着一只蜗牛看10分钟，哪怕是走进一家从未去过的餐厅，点一道你完全叫不出名字的菜，哪怕是和那个每天见面的保安大叔聊聊他的家乡。我在我的电脑里有一个清单，叫冒险清单。这不是什么跳伞蹦极的大冒险，都是些小事。比如今天去搭讪一个陌生人，今天尝试用左手刷牙，今天不看导航去一个新地方。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你的感官会重新打开，你不再是一个自动运行的程序，你重新变成了那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你会发现，当你主动去创造记忆点，时间就开始膨胀了。那个周末，你没躺在床上刷剧，而是去爬了个山，去学了做陶艺。回来后，你会觉得那个周末特别长，特别充实，因为你真正的活在了那些时刻里。我们想要的长寿，不仅仅是生命的长度，更是记忆的厚度。最后，我想分享一个关于用力过猛的误区。我们被教育，凡事要全力以赴，要拼命，要咬牙切齿。但这真的是最高效的吗？我有个朋友，也是个非常有名的创业者，他住在洛杉矶的海边，他有一条固定的骑行路线。以前，他每次骑车都像是在参加奥运会决赛，他把自己搞得气喘吁吁，满脸通红，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他觉得自己必须这样才叫锻炼，才叫不浪费时间。他每次骑完全程，看表43分钟，痛苦但有成就感。后来有一天，他实在太累了，或者只是单纯的不想拼了，他决定今天我就随便骑骑。他放慢了速度，不再低头猛冲。他开始感觉到海风吹在脸上的凉爽，他看到了夕阳在海面上的倒影，甚至看到了一群海豚在远处跳跃。他从未发现这条路这么美，他全程都感到愉悦，嘴角带着笑。等他到了终点，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表，你猜是多少？45分钟，只慢了2分钟。这就好比给了你一记耳光，为了那微不足道的2分钟，他以前付出了多少痛苦，他错过了多少风景，他把自己搞得多么精疲力竭。那多出来的2分钟，换来的是整个过程的享受和几乎为零的心理损耗。这个故事彻底改变了我的工作观。真正的顶级高手不是那个咬牙切齿的人，
而是那个举重若轻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当你在工作中感到巨大的心理阻力，当你开始需要极其强大的意志力去强迫自己时，你需要停下来。这可能是一个信号，你在做一件错误的事儿，或者你在用错误的方式做事。心理上的痛苦，就像身体上的疼痛一样，是一个警报系统，它在告诉你，这样不行，你会崩溃的。我们要追求的是在那种刚刚好的状态下工作，你保持专注，但不紧绷，你依然在前进，但你不再对当下的每一秒都感到那是为了未来的某个目标而必须忍受的煎熬。那种我要赢，我要快的执念，往往才是让你动作变形，让你焦虑，让你最终放弃的元凶。试着放慢那一点点速度，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你会发现结果并没有差多少，但你的人生质量，也就是你内心的那个感受，会有天壤之别。你可以去听听那些伟大的音乐，像陈奕迅的《陀飞轮》或者《任我行》，那些歌词写得真好啊，他们把这种人生的荒谬和挣扎都写透了。当你把这些想通了，你会发现我们其实都是时间旅行者，我们不能像电影里那样回到过去修补遗憾，我们只有单向票，今天这一天过完了就没了，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宇宙大爆炸以来再也不会重复的一组时空组合。所以别再把今天仅仅当成是通往明天的跳板了，从今天起找出那一两件重要的事情，然后全情投入，慢慢做，享受做，把剩下的时间留给发呆，留给爱人，留给那些微小的冒险。这不是鸡汤，这是在这个疯狂加速的2026年保持理智和幸福的唯一算法。未来的日子，我会在这里分享更多关于如何在这个复杂世界里保持清醒，获取财富和幸福的思考。如果你觉得这些话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启发，你知道该怎么做，点个订阅，开启那个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要聊的下一个话题。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度过这只有一次的今天。我是 Navel， 或者是你的那个爱思考的朋友。如果你在听，谢谢你的时间，我们下次见。